浴室玻璃百百種，你家應該用什麼玻璃呢？因為有鑑於大家一直對我家的浴室、對我家的廁所非常的有興趣。因為你看，最多人問我的問題就是這個：洗澡的時候會不會漏點？洗澡的時候會不會漏點呢？大家猜看，假如我是用壓花玻璃洗澡的時候會漏點嗎？答案是不會。為了我們家的這個 Motel Style 的浴室呢，我可是煞費苦心。我在選用這些玻璃之前才發現，天哪，這世界上壓花玻璃百百種。本來呢，我設計我們家的浴室的時候，我原本就已經想好我要做像這樣子玻璃的 style， 因為我覺得反正只有我跟高楠2個人住嘛，通常客人來我們家不需要來我家洗澡吧，所以我這間淋浴間我應該可以做得更像我自己的 style 一點。那有鑑於之前燈光的那一集，我有跟大家提過，我在做我們家燈光設計的想法，其實是把我們家浴室當成了一個很大的燈籠，所以呢，那裡面有一個漂亮的間接照明，然後當我把這個壓花玻璃拉起來的時候，它會讓那裡面散出微微的光暈，可是你又不是直視那個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用清波，我跟你們說，清波有一個缺点，在我們工作室的有一間浴室裡面有用清波，清波它非常的難打理，你可以进去，现在进去你們自己家裡面看一下，因為大部分家裡的浴室的玻璃其實就正常的清波，然後你的淋浴間會有一塊玻璃，然後你可能會有一塊鏡子這樣子。可是大家難道沒有這個困擾嗎？像我就有很大的困擾，就是因為我在工作室裡面其實是用了一間就是純玻璃隔間的浴室，但那玻璃上面會有很多水渍我很想問那些用清波的人，你們是怎麼處理那個水渍？因為那個水渍非常難打理之前有廠商他就推薦我去幫玻璃鍍膜我覺得玻璃鍍膜就是噩夢的開始，用化學的藥劑讓你在表面形成了一個比較抗水痕，你水上去它會比較快變成水珠滑落的一個表层。可是呢，它是需要補的當你用了可能1年2年，就看你自己使用頻率怎麼樣，它其實外面的那一層漆它是會剝落的，因為它其實就是放了一個 coating 在你玻璃上面。可是它剝落的時候呢，你的玻璃就會變得很臭。如果你要做玻璃鍍膜的話，你這事情你就要反覆的做。可是或許像我這種懶人，我怎麼有可能做這個事情？我連那個冷氣上面的那個溝我都不想要去清的。這一次呢，就學聰明了，我就決定我不要用清波，我要用壓花玻璃。因為壓花玻璃which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它髒了你不會發現。那壓花玻璃百百種，為什麼它脫颖而出了呢？這首先就要說到呢，我就是把我家的廁所當成一個很大的燈具。那這個燈具呢，它外面要是什麼樣子的玻璃，會折射出什麼樣子的感覺，就會變得很重要。很多人叫我做這種單純的霧玻，可是我沒有選擇，因為你們可以看，當這個光從這個後面透過的時候，它並不漂亮。就當光從這個後面透過來的時候，其實它沒有什麼特色，它就是一塊霧霧的，然後會發光的亮體。可是這不是我想達到的感覺，因為我希望我家那個燈籠它看起來是可以有點藝術感。我是先選中了這個。我當時是先愛上了這一塊叫做水紋的，因為我說什麼呢？我是個懶惰蟲，我不想要打掃我的玻璃，所以呢，我希望它直接就是像水痕的這種水紋。看這個水漬，或者是你看我指紋在上面，它真的完全不會留下半點痕跡，這就是壓花玻璃的好處。然後呢，你看這個光從這個水紋這樣照過來的時候，有多美，讓你覺得這玻璃有陣陣的漣漪。可是呢，它有一個致命傷是什麼？它的致命傷就是它會漏點。虽然它上面有壓花質感在上面，可是呢，其實如果在這裡的話，還是可以看到我手指在這邊的。我就又覺得高楠蠻變態的，我不想要我洗澡的時候他會一直偷窺我。我是追求一個不要打掃的概念，可是我還是希望能夠追求一個是點點的霧面不穿透性的想法。於是呢，這一集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你浴室應該要用什麼玻璃，跟你應該要怎麼挑玻璃。首先其實浴室的玻璃不外乎就是清波嘛。那清波就是大家一般會用在淋浴間，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在淋浴間，那你又不是很怕打掃的人，然後你又有希望 CP 值高一點，然後希望價格低一點的話，那像這樣子0.5mm的標準清波就是你最好的選擇。可是呢，我一定要跟你們說，清波這個東西呢，拿清波拍給你們看，你們可能會看不清楚，所以我用了2塊磨砂的玻璃，讓你們更好看清楚優白的玻璃跟清波之間有什麼差距。玻璃它本身製成的時候是會有一點像這樣子藍藍的、綠綠的，你們看得到嗎？它其實會影響這個玻璃的表現。當你光不一樣折射過它之後，如果是一般 CP 值最高的這個玻璃的話，它是會透着微微的綠光。可是呢，有時候你就是不想要看到像這樣子的綠光，你希望你整個淋浴間看起來是非常乾淨、非常透徹的話，那你可能就會需要選用這種優白的玻璃。因為大家可能就覺得清波很無聊有什麼好選的？沒有，其實優白的玻璃跟一般的清波，它的整體的色澤跟色感或者是穿透的感覺，它多少都還是會有一點點不一樣。但如果你不是非常挑剔的人，你是更在乎 CP 值的人，你就可以選擇清波。那如果你是不想要看到那種有點泛綠泛黃或者它折射出來的顏色不太好看的話，那你就可以選擇是優白的。
其實這樣子看，你就可以蠻清楚的看出來，他們兩個有一個是有一點點偏藍偏綠，那有一個它就是正白色。你不希望你遇到你的玻璃看起來會有點藍藍綠綠，你家裡整個是走素淨白色路線的人的話，那你就可以選用這個。那第二種狀況呢，是你不只是淋浴間是玻璃，你是連廁所的拉門啊或者滑門啊，你都是希望它是可以有點光可以透出来，因為 maybe 你這間廁所很小間，不想要它壓迫感這麼重，所以呢，你會希望你的這個門它不是一個密閉的门，而是一個玻璃滑門。那這時候呢，你要用到的玻璃呢，就是你可能可以看到剪影，但是你看不进去的玻璃。這時候很好的選擇呢，就是像我們剛剛給你看的噴砂的玻璃，它一樣就是有就正常的全砂，然後或者是幽白的全砂。那它的差別也是它顏色會是全白色，或者是有點透這樣子。全砂的這個玻璃啊，只要離這個玻璃有5公分以上的距離的話，其實你是看不到什麼東西的。但是當你把你的手或者把你的人體是直接貼在玻璃上的話，那它還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整個痕跡。所以就變成說，這個玻璃設計的位置啊，你一定要離人站的地方還是要有點距離。但是這個已經是大方向可以透光，可是不用看到裸體，不用露點的很好的選擇。那可是假如這時候呢，你做這樣子的玻璃，你又覺得全砂玻璃很無聊，看起來就是一個霧面畫，那你有第二個選擇是什麼呢？就是壓花玻璃。壓花玻璃就很好品了，因為壓花玻璃百百種，大家其實一般最常見的應該就是像這個小冰柱跟長虹玻璃，它們兩個不是同一個玻璃哦，因為你們可以看它的粗細程度完全不一樣。那大家應該很聰明吧？你們看着这個玻璃，你有什麼感覺？給你們猜猜看，哪一個是幽白的？這一塊才是幽白的玻璃，任何的玻璃都可以做幽白的。可是呢，其實很常在壓花玻璃上面不會特別追求要做到幽白，為什麼呢？因為壓花玻璃它就是有這樣子的紋理嘛，所以有紋理其實它已經會改變清波的那個折射率，所以你這樣子看的時候，其實不要拿成側面看，你只是從正面這樣子看，因為它有特殊的紋理，所以它其實不會給你那種看起來很綠的那樣子的感覺。假如你是想要做幽白的玻璃的話，現在以台灣來說的話，就是要看廠商它有沒有，因為很多的壓花玻璃其實不是在台灣做的，我們只是在台灣做加工而已，所以要看有沒有這個材料。那這個就是一般我們最常會用在淋浴隔間這樣子的狀態，也是可以看到裡面的吧？但是如果它再加上一層磨砂的話，它是不是就看不見裡面了？那如果你想要把這樣子的玻璃做成磨砂的話，其實你有預算考量的話，你有一個 CP 值很高的做法，就是你直接貼一層霧膜在內側，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壓花玻璃啊，它只會有一面單面是有花紋的，另外一面它會是平面的。你可以請它貼霧膜在後面，那這塊玻璃就會變成霧化的，就會有像是磨砂玻璃的效果。這種比較 cliché 大家最常在用的這些小冰柱啊跟長虹結束了之後呢，如果呢你像我家一樣想要用藝術玻璃的話，我接下來就要推薦大家3款壓花玻璃，是你可以用在你自己家裡，而且大方向上只要離開大概10公分以上就不會漏點的壓花玻璃。首先呢，第一塊就是潤年嚴選銀玻。which 就是我家用的這一塊，如果你用在你家，就算不要貼霧膜啊，我也可以跟你保證只看得到剪影，看不到漏點。但是呢，如果呢你想要加上一塊霧膜的話，你就可以參考我家，因為其實我家就是在馬桶的那一間，因為畢竟朋友還是要來我家上廁所嘛，我又不能逼他們給我看他們光屁股，所以在馬桶的那一間呢，我為了增加我的友人們的安全感，所以馬桶的那一間我還是有貼一塊霧膜在後面。可是呢，淋浴間的這塊我就直接是這樣子。那這個的話，其實啊，一定的距離之下，我覺得大概10公分到15公分的位置，就是只看得到剪影，看不到點。然後第二塊呢，我測試過，它絕對不會漏點的是這一塊。有沒有像阿嬤家的海棠花？這塊玻璃也是一塊我很喜歡的玻璃，不過它不是很好用，因為要看你家的風格。但如果你家是有點復古風啊，然後你想要找一塊用在浴室的玻璃又不會漏點的話，海棠花是你最好的選擇，真的，你自己看，完全看不到，因為你可以看到海棠花，它上面除了有這個大塊細緻的紋理以外，它還有這些小塊點點的紋理，甚至它在這個地方是橫線的紋理，所以它就會讓這個玻璃變得很多變化。也是因為這很多變化很密實的狀況下，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像其他的壓花玻璃這麼容易穿透。推薦給大家。最後一塊是我很意外，它居然不會漏點的，因為我一開始看到這塊玻璃的時候，我覺得一定會漏點，就這塊。方格紋這個啊，也是以前阿嬤家很常會有的那種玻璃。那它其實方格啊，我這個應該是1公分方格紋。方格紋它有一些不同大小的，可是因為方格紋它這個的做法很特別，就是因為它是有點圓弧形，像凸透鏡、凹透鏡這樣，導致人在這個方格紋裡面看起來的時候會像馬賽克，而且你越靠越近，它就會有那個放大鏡的效果。但是一樣，就任何的壓花玻璃都是你不能貼它太近，你起碼要離個10公分，因為就是像那種紋路比較稍微多一點的5公分就可以看不見了。可是像這樣
這個方格紋的就大概要10公分。但是我要跟你說，方格紋有一個缺點，方格紋的缺點是，虽然它看不清楚完整的那個形體，可是它看得到顏色。我們嚴格說要看一下你们大家对於露點的定義是什麼，但反正等一下會有一個測試，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些是不是你們可以接受的。但因為方格紋基本上是你看不到你的乳頭，可是你看得到它的顏色，因為你會在一片白白的皮膚之中，然後看得到那個散掉的顏色。就像我現在這樣子拿着的話，我雖然看不清楚他人，可是我可以看到他的皮膚色，還是可以自己稍微測試一下。不確定的話，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最後的測試影片，然後大家再決定要不要選用它。反正呢，首選就是如果你要最保險的話，第一是霧面玻璃，磨砂的霧面玻璃。那如果你喜歡質感好一點的話，就直接用優白這個磨砂，這個的話就是完全會看不見。第二呢，就是海棠花。海棠花你真的是看到什麼東西耶？我離這麼近，我其實還是看不見。海棠花就是一個你要拿來當廁所玻璃很適合的玻璃。第三個就是這個銀波，它也是一樣的效果。你手過去的時候，你看不到它完整的形態，可是呢，你會看到它的顏色，而且這個是還蠻清透的。所以如果會擔心很裸露的人的話，可以在它後面再加一層磨砂，自己覺得萬無一失啊。可是因為我這個人比較沒有那麼保守，你們還是要看一下你們自己。可是我必須要說，這個玻璃它出來效果真的超好，因為你光看它透在光下的那個光感啊，它超像一個什麼璀璨的鑽石，很多不同光線的折射，然後會讓你的家看起來很有質感，很漂亮。這塊我真的超愛的，你們知道嗎？現在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我的床就在我的浴室的旁邊嘛，我是特地也選了一塊很大塊的窗戶放在我浴室那邊，然後我都會把那個百葉窗打開，所以早上的時候那個光透進來，然後我把那個玻璃門拉起來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很溫暖白天的光芒在那個裡面而已，就看起來很像一個很有藝術感的燈具。這個我真的大推推。最後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講，因為其實壓花玻璃的價格都會比一般的玻璃再稍微貴一點嘛。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壓花玻璃的這些紋理，可是你可能真的沒有預算做這件事的話，那貼膜也是你很好的選擇。大家可以看這個，大家以為這是小冰柱嗎？不是，這只是輕撥，然後貼上了小冰柱紋理的膜而已。你不要過去摸的話，其實它視覺上真的完全就跟壓花玻璃沒什麼兩樣。那當然就稍微特殊一點這種水紋的話，可能做不到。可是呢，現在其實已經有很多卡點西德都已經做得非常好了。所以如果你有預算上面的考量，那你又喜歡一些特色的壓花玻璃的話，那卡點西德的貼膜也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最後呢，就是因為我怕大家對玻璃還是覺得有點不颯颯，有點不了解，所以呢，我就請了我們的高男，就是現身幫我們，就是你知道獻出它的美色，然後讓大家知道所有的玻璃如果漏點的狀態大概會是怎麼樣，不要黃標我哦。總之就是這樣子，好，大家拜拜，拜拜。